你如果要让时间银行可以永续发展，那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这个时间银行放在你的社区，它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以我们来讲，我们一开始做，我们是要解决过去气爆产生的邻里之间互信基础已经渐渐消失的这个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可能2、3年之后发现，这个已经到达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状态是，里长可能希望说，我们有更多人投入这个社区的公共事务，那我们就会换一个方式来鼓励社区的居民用时间银行来投入社区的公共事务，所以他们可以借由他们自己的专长去延伸，他们的这个社区服务方案，然后对社区做服务。但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考虑到的是，长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彼此没有信任基础之后，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用时间银行去解决长照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的是怎么样利用时间银行，让在地的这个老人家他们可以得到照顾，然后社区的人力来让这些老人家的这个老年生活可以过得很健康。所以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因应社区不同的需求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担心这个时间银行它会做不下去。当然有的人会讲说没有预算它就做不了，确实是如此，就是因为时间银行的概念它必须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让人家理解。那所以我们是从没有预算完全没有钱就开始做，到最后可能我们已经做了一点点小的基础，政府刚好有这样的计划，这个经费来了之后，其实是会让我们加速，让这件事情可以成功的。但我们也会希望说，所有其他想要让这件事情可以永续发展的人，想清楚一件事，预算不是最基本的，也不见得一定要有平台才能够做这件事。那你最终一定要去思考，它有没有解决你社区本来它产生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这件事情可以一直做下去。那它在经费上，我觉得不一定要很大的一笔经费就可以做下去。